大家好，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什么是暇满人生。在佛陀的教言里面告诫我们，唯有得到殊胜的暇满人生，才是真正的修行的珍贵人生宝。所以什么是暇满人生呢？我觉得在座的各位可能都不知道，真正的暇满人生就是在各位你我的这个身上。根据《了义句》这本论的一个教言，佛陀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投身于畜生、恶鬼、地狱，也就是说三恶道的话，我们是没有办法听经闻法，没有办法好好的能够修行，也没有办法有足够的智慧来好好的努力向上。怎么说呢？比如说，因为过去生所造作的恶业，不小心有一世，因为这个恶业让我们投身到地狱。在地狱里面，无时无刻都是在痛苦，所以我们常常都说地狱是无间地狱。它的地狱是无时无刻、刹那之间完全没有间断的一种痛苦。所以在这么样的一个极痛苦的一个地狱当中，各位想，有可能在那个地狱的当下，我们能够持一声佛号，或者是我们能够好好的用一个平静的心去禅修吗？不可能。所以假设因为我们所造作的恶业，让我们来生投身到地狱的话，我们不可能有暇满的人生可以好好学习佛法的。同理可证，如果我们不小心因为这个过去生的恶业投身到恶鬼道，恶鬼我们都知道，他无时无刻是非常的饥渴，无时无刻在寻找食物。即使有时候看到了这些食物呢，喉咙里都会冒出熊熊的热火，无法厌食。这是因为过去生中这些恶鬼道的众生所造作的恶业所感。所以竟然投身在恶鬼道当中，无时无刻都是在寻找食物，寻找可以饮用的水，无时无刻也是在这个饥渴当中。有可能能够好好有一念的心思，好好的修行吗？想必也是不可能的。所以在投身在地狱、恶鬼，都是没有办法好好的修行。那另外一个恶道，也就是畜生道。假使我们投身，因为恶业不小心投身到畜生道，我们都知道，畜生道他们虽然的痛苦不及地狱跟恶鬼那么的痛苦，他有时候也会有暂时的快乐啊。比如他找到一个食物，他很喜欢吃，他就会在那个当下享用他的美食的时候，他有一丝丝的快乐。但是身为畜生道的众生，他无时无刻常常也是在一个被驱逐驱赶、弱强食的食物链。也就是说，投身在畜生道，因为畜生道的愚痴，他们没有办法像我们身为人能够听经闻法，能思维，能够禅修，所以投身地狱、恶鬼、畜生这三恶道是没有办法具足暇满人生的。那有些人就会问，那师父，那我投身到天道，那是不是我就是可以也算是一种暇满人生？佛陀告诉我们，投身在长寿天，只知道享福的这些天道的这些众生，因为贪着这个爱欲，想一一来，想时时来，是没有办法有好好的心思去修行的。另外有一种无暇，则是我们出生在一个没有佛法的一个国度，看不到出家人，也没有办法亲近三宝，更不可能能够得到皈依，然后进而进入实际修行的这样的一个人生，我们也称为无暇啊，其中一种无暇。那即使有一些人呢，他投身为人道，假设因为过去生的恶业所感，不恭敬三宝，
投身为邪见之家，自己或者自己所感生的父母，或者是兄弟姐妹，是对佛法具有邪见的，对自己想要修学佛法是会排斥、会诋毁。这个也是佛陀告诉我们，这也是属于一种暇满人身不具足的一种缺憾。那还有一些人，他虽然投身为人，但是很可惜的是，他的诸根不具，可能他的意识、他的心智、他的精神状态是没有办法听闻佛法、闻思佛法的，也不能算是一个暇满。最重要的还有一个，就是我们讲的黑暗界，就是我们出世在一个没有佛出世开示佛法的时间，所以远离了刚才我所说的这一个8种条件，不堕入畜生、恶鬼、地狱，不出生长寿天，不出生在没有佛开示佛法的时间，然后不出生在具有邪见之家，以及自己并没有5根不具足，投身在人道。就像你我一样，我们有这个人的身体，有人的环境，所以我们能够选择去皈依三宝，成为佛弟子，好好的修行。即使我们现在在2500多年前，释迦牟尼佛已经成道了，所以在这个衔接的时候，有释迦牟尼佛在传播佛法、传承佛法、开示我们。所以呢，我们就知道了，这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具足暇满人身，也就是在我们这个人道苦乐参半的这个人道，能够好好的修行，就是最殊胜圆满的。那我想跟大家来念这一段。首先，一开始我们要修持的是要思维没有投身在8无暇的境界，也就是具足了8有暇。什么是8无暇呢？第一个无暇，毫无间断的饱受冷热痛苦的地狱；第二种无暇，唯有被饥渴痛苦折磨的恶鬼；第三种无暇，因为愚痴蒙昧而什么都不理解的畜生；第4种无暇，佛法兴盛的地区很稀少，没有佛法的地方却很多，生长在这种偏僻的蛮夷，连佛法什么是佛法的声音都听不到。第5种无暇，因为沉溺于贪着欲乐以及禅定，而对佛法没有感觉的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的长寿天。第6种无暇，外道或是天生就不喜欢佛法的邪见之人。第7种无暇，佛陀没有降临的黑暗时节，连三宝的名字都听不到的空荡世界。第8种无暇，也就是心无法趋向佛法的愚痴之徒。以上这8种呢，也就是佛陀告诉我们的8种无暇。而要远离这8种无暇，我们也才能够一心向佛、向法、向身，远离8无暇，那就是具足10圆满。什么是10种圆满呢？这10种圆满分成2个类别。第一个类别是5种的自圆满，第2种是5种的他圆满。这个自圆满是什么呢？也就是相关于我们自身，我们自己呢，投身为一个人的身体，投身为暇满人身。这个身体呢，我们没有聋残喑哑，心智不明，所以我们是5根具足。然后我们的心呢，是向法，对佛法有前进的信心。我们没有投身在邪见之家，我们投身在有佛法盛行的时代，
所以这5种条件，也就是所谓的5种的自圆满。那另外5种的他圆满，我等到下一次有因缘再跟大家做分享，那就是属于我们外在所处的世间。这个世间就取决于我们有没有时值佛出世的这个时代。那我们很幸运的，我们在贤劫这个时候，我们在2500多年前有释迦牟尼佛证道，传递了佛法给我们。未来贤劫还有弥勒佛出世，那这当中我们都有非常多的机会来接触佛法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好好的珍惜自己的暇满人生，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如果我们没有了解具足这个人生心向佛法是这么的重要的话，我们往往因为修行的一些困境、一些挫折，就很容易放弃我们自己的修行，那就太可惜了。各位能够在荧幕前面听佛陀讲述的道理，各位就已经远离了我们刚才所讲的这种8种的不圆满。如果我们投身在刚才这种8种情况之下，我们没有一丝一毫的闲暇可以好好的修行，也就是所谓的8无暇，而我们并没有投身在那些环境当中，所以反之相反的来说，我们就是具有有暇。那这个有暇呢，就是指我们有闲暇，我们有条件学习佛法，好好的修行。那这个就是所谓具有暇满人生的一个定义。佛陀告诉我们，最大的暇满人生呢，就是远离这种8种无暇的身体，而我们就是属于那种远离8无暇的圆满的人生。那我希望今天短暂的分享能让各位有所了解，我们得到这样的一个人生是非常的稀有难得，非常的不容易。我们千万不要轻忽轻视了能够好好学习佛法的因缘。那我们下次见，阿弥陀佛。